第六條有個講法話咧，呢啲 keys 啊，其實簡單啲講，應該係話呢啲區塊鏈嘅安全嘅保安嘅方法。將來會俾超級電腦破解，我對此有咩睇法？我估計呢度講量子電腦啦。咁以我一個好 layman 好粗淺嘅理解咧，而家量子電腦嘅發展咧，就遠遠係未到話可以 hack 到Bitcoin 咁樣嘅呢啲 security system 嘅。講緊嘅係用多10年、20年、30年都唔會。另外，就算係去發展緊啦，OK，量子電腦同時間亦都會發展可以對抗量子電腦嘅加密方法噶嘛。你諗下，如果唔係嘅話，一旦呢啲量子電腦去到一個成熟嘅程度，可以 hack 到blockchain、hack 到 Bitcoin 咁樣，佢第一時間咧係 hack HSBC 啦，係咪啊？係啦，hack 香港政府啦，即係嗰度你講緊個傳統金融，相信都仲係大過crypto market 幾千倍嘅，或者幾百倍啦，起碼。你既然個量子電腦咁勁啊，你唔會淨係即係一齊死噶啦，即係到時係一個金融災難啊！無論你係TradFi 啊，定係 DeFi 啊，係 Fiat 定 Crypto 咧，都係 subject to 呢個風險嘅，係啦，所以就我唔係太擔心咯。再講一旦呢一啲咁樣嘅啲超級電腦啊，呢量子電腦可以有可能 hack 到嘅話咧。咁 Bitcoin 呢啲未有個 software upgrade 去改嗰個加密嘅方法咯。日後一旦有一啲更加 sophisticated 嘅加密方法，咁你做一個 soft fork 咁樣大家傾一陣咁樣啲 developer community。咁呢個 crypto 嘅世界 open source 嘅世界嘅好處就係啲 code 係 open source 啦，公開透明啦，全世界最頂尖嘅 contributor 都可以 contribute， 或者至少望到你有冇咩問題，大家 agree 咗啦，先至去提出嗰個 upgrade。嚟到抗衡呢啲新嘅風險，所以我係唔擔心呢啲超級電腦量子電腦會對呢啲 Bitcoin 或者 Crypto 帶嚟一啲安全嘅風險嘅。第7條問題，如果用呢個非託管式嘅錢包，係咪必然有比較高嘅 gas fee？因為我買入比特幣再放到非託管式錢包，發現每次都幾乎需要8至10% 嘅總手續費。如果你講緊嘅係由中心化交易所去翻你自己，即係 withdraw 翻你去你自己嘅 wallet 度咧，例如話我就睇個 Binance 咧，講緊其實1-2蚊美金嘅啫，咁所以我就唔知你所講嘅8至10% 係點樣得出，即係可能你講緊你得10幾蚊美金嘅 BTC。咁你用1-2蚊美金嘅手續費提出嚟，咁就係10% 啦。咁你10幾蚊就唔好提啦，係啦，即係唔好提出嚟，唔係唔好提及啊，即係唔好提款住啦，係啦，咁就擺喺 Binance 咯，係啊，冇乜所謂啦，我覺得。喺 Bitcoin 呢啲又1-2蚊美金啦，ETH 就3-4蚊美金到啦，喺一般情況底下，而其實其他啲幣咧就好平嘅。當然佢都食你嘅，即係例如話 Solana 其實咧，如果你直接做on-chain to on-chain 嘅 transaction 咧，其實咧係接近0蚊嘅，0.01以下美金 equivalent 嘅收做 gas fee 嘅。但係例如話 Binance 都收你1蚊美金噶嘛，咁其實佢係賺你嗰1蚊美金咯。你係唔需要再額外俾 gas fee 嘅。如果你由Binance 咁樣提出嚟，其實 Binance 做嗰個 on-chain transaction 唔係你做嘅喎。係啦，你係提供你嘅 wallet address 或者嗰個 public 噶嘛，你冇涉及你要用 fee 嘅，佢係有 sender， 係 Binance 同嗰條 blockchain 互動，唔係你，呢個咪就係 centralize 同 decentralize 嘅分別咯。所以就你係唔需要另外再俾 gas fee 噶啦，即係 Binance 收咗你嗰一次，你就係俾咗嗰一個啫。手續費咧就應該就唔係同你個提出嚟嗰個金額掛鈎嘅。係啦，如果係嘅話，咁即係啲人嗰啲另計啦。即係嚟話好似 Binance 咁啊，應該就係你要提0.001個 BTC，定還是你要提100個 BTC， 你都係用緊個1至2蚊美金 equivalent 嘅 BTC 做手續費嘅。所以就呢個讀者睇下你係咪搞錯啲嘢咯？你歡迎你繼續問啦，你留言咁樣問啦，係啦，咁都幫下我呢條 YouTube 片散出去啊嘛。
第8條，放喺呢個非託管式嘅錢包咧，的確係安全啲，但係咧就賣出買入係咪更加唔方便咧？咁你又要咁樣諗咯。咁點解你要好頻繁咁樣去買出買入咧？咁如果你係一個 trader 咧，就 trader 有佢嘅需求咪風險啦。而家講緊你 lock your keys、lock your coins 咧，主要係針對 holder 嘅，即係一啲長線buy and hold 咁樣嘅。你要炒出炒入啊，做好頻繁嘅呢啲程式交易啊咁樣咧，無論你係炒幣、炒股、炒商品、炒匯都好，你都面對個平台風險嘅喎。就算你話炒股咩富途牛牛咁樣，定咩 Interactive Brokers 咁，佢都有佢嘅風險㗎。所以就你係要面對呢個平台風險嘅。當然你都可以揀用去中心化交易所啦，咁嗰啲一定好貴啦，同埋嗰啲product 就一定少過 centralized exchange 啦。另外都唔係冇平台風險，係啦，即係都會有呢啲 DEX 都會有佢嘅問題嘅。所以你又要搞清楚啦，作為一個 trader，你面對你嘅需求啊，同埋你要管理嘅風險又係另一種咯。第9條，中心化交易所與加密貨幣相違背。中心化交易所咧就比傳統金融系統嘅更不可信。基本上就係想我分享我對呢兩句嘅睇法啦。咁第一句，中心化交易所與加密貨幣相違背，我曾經都係咁樣諗嘅。但係我自己喺幣圈6年啦。咁我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啦，就係首先我係一個 crypto 嘅 startup founder 啦，另外就係我係一個早期投資者啦，可以話我係一個 holder 啦，一個 bitcoin 嘅信徒啦，少少 trader 啦，雖然我 trade 得好渣啦，你話我投機者、賭徒都好啦，即係有好多唔同角色㗎啦 educator 啊、YouTuber 係啦，我認為個市場咧，即係會用 private key 去 manage 自己嘅幣嘅人咧，已經飽和咗啦。大家諗下就係2017年佢哋唔入場，2021年都唔入場嘅話咧，即係呢兩次大牛市已經好普及噶啦，令到成件事都唔嘗試會自己去用 private key 嘅人，之後其實好難會再用。所以兩害取其輕，我係寧願佢哋用中心化交易所，或者係一啲其他中心化服務，例如 ETF 日後嗰啲比特幣實物嘅 ETF，或者係甚至係一啲加密貨幣嘅equity fund，甚至係 MPF， 可能已經有一個比特幣呢個選擇唔知冇人知。我寧願佢哋用呢啲，因為如果佢哋冇呢啲中心化服務，冇呢第三方嘅服務咧，佢哋係永遠唔會入場噶啦。咁如果係咁嘅話，會唔會係通過中心化嘅方法去參與咗先咧？佢哋未慢慢去學當中部分啦，小部分嘅人就會慢慢enlighten 咗啦，就會嘗試去再行前一步，就係用 private key 去 manage 自己嘅 coins。所以我係唔反對人用中心化交易所，我反對嘅係咩咧？我反對係啲人不學無術，唔理風險，貪小便宜。我係反對呢種思想，而唔係反對用中心化交易所。咁我自己都會有用噶嘛，即係點會唔用中心化交易所？即係冇可能唔用噶。第二句就係中心化交易所比傳統金融系統更不可信。我唔會去咁諗。我覺得呢句 irrelevant， 因為呢句嘢個潛台詞係想咁樣講，其實係咪有抬高翻傳統金融系統咧？係啦，如果唔係呢個 purpose 嘅話，呢句嘢其實係 irrelevant 咯，係唔需要理會咯。因為對我嚟講，兩樣嘢各有問題。點解我會信 Bitcoin？ 因為我認為傳統金融系統有成個系統性嘅問題啊嘛。咁相對而言，中心化交易所咧係個別人等嘅問題，即係例如話 JPEX 又好，之前 AAX 又好，之前FTX 又好 Celsius 呢啲都好，佢哋個別嘅人撲街係啦。咁問題係傳統金融咧，傳統金融亦都有個別嘅人撲街係啦，即係08年金融海嘯已經見到啦，係啊。但係佢哋仲有一個更加大嘅問題，佢系統嘅問題係成個呢個咁樣嘅金融貨幣制度產生嘅問題。呢個 scale 係遠大於中心化交易所個別嘅問題嘅。所以
我唔會咁樣去比較呢兩者啦，我覺得係啦，兩個都死衰噶啦。希望呢條片啦就幫到大家更加了解 Not your keys, not your coins 呢句大道理啦。希望大家因為咁可以嘗試一下自己學點樣用 private key 啦。我喺 description 嗰度都會舉翻我寫過一啲文去教大家去點樣去用呢啲嘢嘅，同埋一啲區塊鏈啊、比特幣一啲基本嘅了解啦。呢條片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睇。